大家好，这里是 Agent 创世纪。今天为大家解读斯坦福大学的一项颠覆性研究，即利用 AI 精准操纵蛋白质的形态与功能。研究团队开发了名为 CB 的构象偏好算法，利用逆向折叠模型来预测基因突变。它能将蛋白质精准锁定在特定的构象中，无论是图中演示的活跃态还是失活态。这项突破为攻克癌症和开创生物技术提供了强大的引擎。蛋白质在微观世界中其实是动态的机器，几乎所有蛋白质执行功能时都会发生关键的构象变化。通过控制这些形态转变，研究者能像拨动开关一样，将分子从休眠态切换到激活态。对变形过程的精准掌控，让自由开关特定的生命进程成为可能。想要实现这种控制，传统的蛋白质设计方法面临着巨大的瓶颈。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计算成本极其高昂，很难进行大规模应用。AF Cluster 聚类算法过度依赖庞大的进化数据，对缺乏进化背景的蛋白无能为力。此外，传统多态设计流程过于复杂，很难在多个结构目标之间达成平衡。为了突破这些技术瓶颈，斯坦福团队提出了 CB 算法。它利用逆向折叠模型，能直接预测将蛋白质锁定在特定形态的基因突变。该算法实现了极速计算，单张 GPU 不到1分钟即可评估数千个突变。其实验精度与物理结果高度吻合，且适用于受体、酶和病毒等多种生命分子。CB 算法的高效源于独特的对比评分机制。AI 并不盲目寻找新结构，而是评估同一个突变在不同形态下的匹配得分。整个流程分为3步。首先，向系统输入候选序列库，随后逆向折叠模型会针对2种目标构象分别打分，最终根据散点图的得分分布，识别出具有构象偏向的突变。这些差异极大的位点，正是操纵蛋白质变形的理想开关。该算法的核心驱动力是逆向折叠模型，例如广为人知的 Protein MPNN。这些模型在训练中深度学习了氨基酸与骨架的匹配规律，它们对微小的空间位组具备天然敏锐度，能精准识别出极其细微的结构冲突。当氨基酸与骨架完美契合时，模型会给出高分，而发生碰撞冲突时则判定为不匹配。这种对物理空间关系的精准捕捉是区分不同构象偏好的技术关键。CB 算法在多个生命系统中展现了卓越的实战性能。研究涵盖了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和癌症关键靶点 KRAS。实测对象还包括跨膜受体、GPCR 以及 SRC 等多种催化酶。该算法能够精准找到掌控这些分子形态切换的关键位点，这证明了该工作流在不同蛋白家族中具有极强的通用性。针对癌症靶点 KRAS-CB 算法展现了其锁定分子开关的能力。研究团队对超过3万个突变进行了评估，成功找出了能将其强制锁定的变体。散点图1 清楚显示，右下方的紫色区域突变显著增强了与效应蛋白 RGDS 的结合能力。这一成果为开发新型靶向抗癌药物提供了关键的靶标数据。该算法还被用于预测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感染力。刺突蛋白必须切换到台起态，也就是 EP 构象，才能感染人体细胞。在真实的实验验证中，算法选出的 L387V 和 A333T 等突变展现出显著增强的 ACE2 结合能力。小提琴图对比显示，这些突变的活跃态占比远超野生型基准，这体现了算法在解析病毒机制上的精准度。CB 算法在唤醒受体与基酶方面表现同样出色。通过从数千种序列中筛选，它成功揪出了能显著提升活性的高能突变。实验数据显示，贝塔 2A2 受体的前 2.5% 激活偏向突变，其活性远超失活偏向组。而在 SRC 和 BF 基酶的测试中，紫色标注的活跃态突变同样占据了活性分布的顶端。这再次验证了算法在调节生物活性方面的广阔前景。在验证了算法的准确性后，团队发起了一项更深度的实战挑战，即改造大肠杆菌硫辛酸连接酶 LPLA。这种酶被形象地称为生物订书机，常用于给细胞贴上荧光标签。研究的目标是对其进行从头形态设计。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模型右侧被标记为控制门的 CTD 结构域上，这将是实现精准功能控制的关键突破口。这种被称为机械颌骨的酶，其工作过程包含2个关键步骤。
首先，在闭合态下 ，CTD 结构域会紧密包裹并抓取目标小分子，随后它必须转变为开放态，向外张开以暴露出对接位点。只有完成这种形态切换，酶才能将小分子转移到目标蛋白质上。这种动态变形是其执行功能的物理基础。算法随后对所有可能的单点突变进行了全面扫描，精准定位了控制构象的关键位点。通过构象得分的散点图分布，研究者锁定了2个极端的改造目标。左上方的 C55M 突变具有极端的闭合偏好，而右下方的 A48N 则表现为极端的开放偏好。这种从数千个可能序列中筛选黄金位点的能力，标志着蛋白质设计从经验试错转向了精准预测。AI 的预测通过了顶级物理学实验的严格验证。X 射线小角散射和荧光分析一致表明， A48N 突变体在加入底物后，其开放率竟高达 99.9%。与此同时，闭合偏好突变体则被牢牢锁定在原始状态。实验包络图和荧光强度的明显差异，铁证如山，地证实了 AI 算法在预测分子动态形态方面的极高准确度。这些形态变化揭示了深刻的生物学洞察，即形态决定选择性。闭合态本质上是一把安全锁，能挡住不相关的蛋白，从而实现极高的特异性。相反，强制的开放态拆除了这把锁，表现出极高的底物宽泛性，会对任何靠近的蛋白进行标记。这种通过调节构象来转换功能门槛的机制，为下游的生物工程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形态决定选择性的原理，研究者打造了超精准的闭合态分子狙击枪。闭合偏好的 T57I 变体表现出比野生型更高的序列特异性。在活细胞成像实验中，它几乎去除了所有非特异性的背景噪音。对比显微图像可以看到， T57I 使得细胞轮廓清晰锐利，内部几乎没有杂质信号，这为开发高清分子探针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与闭合态相反，开放偏好突变体则释放了无差别的标记能力。这种突变彻底解除了酶的结构束缚，能以极高效率标记周围的所有蛋白质。电泳实验显示， N83V 和 A48N 等开放偏向组的条带亮度远超野生型。右侧小提琴图也证实，粉色标注的开放态变体在杂交标记活性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调节构象按需定制酶的标记强度。仅通过调整一个酶的形态偏好， CB 算法为生物学界带来了2项革命性工具。其一是利用超高特异性实现的单蛋白高清追踪探针，其二是名为 FlexID 的工具，用于高效临近标记并绘制全细胞图谱。这让同一种酶在不同构象下展现出了完全相反但同样强大的工程价值。对比评分机制是该算法的核心优势。传统的单结构评分常受表达量等假象干扰，充斥噪音。实验数据 EH 显示，传统预测在活性上并无显著差异，而 CB 机制通过模拟构象间的天平对比，成功排除了干扰。图 1G 证实 ，CB 筛选出的突变在活性上呈现出极显著差异。这种能力让科学家能精准锁定真正影响形态的黄金突变。与当前前沿模型相比， CB 算法实现了性能上的降维打击。雷达图清晰地展示出它在算力、准确度、通用性和易用性上均接近满分。相比高度依赖进化数据的 AF Cluster 或者算力密集的 BioEmu 模型， CB 具有显著的效率优势。在极低的算力门槛下，它依然保持了与实验数据最高的相关性。这使得普通实验室利用单张显卡就能完成原本需要超级计算机的复杂设计。这一研究成果是面向未来的得力工具。算法代码已完全开源，实现了真正的即插即用。它在普通消费级显卡上不到1分钟就能跑完数千个突变评估。由于摆脱了对进化信息的依赖，该工具能无缝迁移至受体抗体或催化酶等研究，这极大降低了蛋白质动力学设计的准入门槛。斯坦福的这项研究实现了从静态结构研究到动态功能操纵的跨越。通过 Conformational Biasing 算法，研究人员展示了生命分子如何像精妙齿轮一样被编程。AI 正在重新定义生命科学的工程边界，使复杂的蛋白质变形过程变得可控且高效。生命科学正由此步入精准工程化时代。建议大家进一步关注该算法的开源代码，
以及在更复杂多态系统中的应用前景。